是昨天下午2、3点钟到的，但是到了以后就也没有做什么，就很快休息了。所以今天其实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第1天。然后我现在已经都化好妆了，要把这个头发稍微烫一下，就一边烫头发一边跟大家聊一下昨天我们都干了什么。我们是算前天吧，前天从多伦多那边开始往这边飞的，整个的这个飞行的旅程还是非常的顺利的。Hi, I'm 4C right here. Oh yeah, still see that. Thank you. Welcome in business class. Okay, thank you. I've been driving in this California sun. I've been on the run just to get a moment with you. All these hours all night long. When I hear that song, it makes me. 我们这次是租了一个 Airbnb 来住，因为一开始其实也是首先考虑的是酒店，因为觉得酒店的设施条件什么的比较稳定。但是因为我们2个是比较喜欢住在这种老城区，就方便一点的地方，出来就可以直接步行，离着景点什么都比较近，可以逛一下嘛。然后找了一下这边的附近的酒店，房间都特别的小，然后我们就开始找那个 Airbnb， 就找到了这一家。所以昨天到了以后，我们直接就打车到了这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房东人特别好，早早的就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人也非常的 nice。然后他带着我们转了一下整个房子。我也是给大家还录了一个 room tour。首先进来就是一个餐厅。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然后从厨房过来就是我们的客厅，还有一只是叉狗。光总给大家打个招呼。从客厅这边过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卧室。好，现在去看一下浴室，浴室在这边。这是我们的浴室，淋浴间，然后这个浴室有一个小小的窗户，这个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这个 Airbnb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边的2个小的阳台，看看这边这个。它这个小的阳台是可以站出去的，虽然那个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人是可以出去的。然后把这个窗户打开，就这样的小阳台，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欧洲电影里面的那种很传统的小阳台。看外面的街区上，对面的这些楼的阳台全部都是这样的，是不是超有感觉？入住弄完了以后，我们2个就有点累了，然后那个时差的那个感觉就上来了，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休息了，睡了一大觉，整个下午都在睡吧。差不多6、7点钟的时候，我们2个就准备开始找了一个餐馆，然后就说出去吃个晚饭。第一顿先去吃一顿海鲜饭解解馋。
又整了一下，然后我现在迅速的去吃了早餐，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行程。在马德里有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广场，而最具标志性的当属太阳门广场。太阳门广场位于马德里的市中心。那么这个广场为什么叫太阳门呢？因为在旧时期，广场上有一个古老的城门，面向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因此得名太阳门广场。但是现在这座城门已经被拆除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广场上坐落着老邮政大楼的马约尔街是一条直线，而马路对面的建筑刚好形成了一条弧线，就像刚刚升起的太阳。广场并不大，看上去也并不气派，但是太阳门广场对于马德里甚至是整个西班牙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而且这里也是西班牙公路0公里的起点，全国公路的里程都是从这里开始计算。0公里起点的标志就在老邮政大楼前，地图上红色部分为西班牙版图，上面标有贯穿西班牙的6条高速公路，因此很多人把这里称为西班牙的中心，所以我们的第一站也选择了太阳门广场作为我们了解西班牙的起点。位于广场的东侧有一座著名的雕塑熊抱树莓，是马德里的市徽。这座雕塑从14世纪就被马德里的王室选为市徽了。这个熊是为纪念阿方索11世当时在马德里山上打猎时打到的熊，因为熊很难打到，大家为了庆祝就把这个熊作为了市徽标志之一。树莓是因为马德里周围有很多的树莓树，是马德里特殊的植被，所以把它们合起来就变成了熊抱树莓。与太阳门广场相邻的是马约尔广场。都说马德里不思议，热闹的市集和古老的建筑能够交织融合，而这不思议的代表就是有着400多年传奇历史的马约尔广场。广场始建于17世纪，世人历来对它赞誉有加。广场在建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经历了3次火灾，直至1953年重建后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广场为长方形包围式结构，四周被一列回廊式古老建筑所围绕，9个对外的拱门连接着外面的市区街道。回廊内露天茶座、纪念品店、餐厅林立，非常适合闲逛休息。广场中央是菲利普3世国王的骑马雕像，在他的注视下，100余年来人们在此举办市集、宗教活动和节日庆典。街头艺术家们也随处可见，为广场增添了几分艺术风格，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访。圣诞节时更是有热闹非凡的圣诞市集。参观完这2个标志性的广场，我们马不停蹄地去了马德里皇宫，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行程中最期待的一站。我们2个现在在排队等着进马德里皇宫，提醒大家一下，就一定要提前在网上买票。你要是不提前购票的话，那边就会排很大很长的队。对，我100多米那个队。对，所以一定要提前购买。你提前购票的话，这个队伍就只有这么短，但是你看那一端，就是如果不提前买票的话，队伍会排那么长。想要了解西班牙的历史，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马德里皇宫。它是仅次于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美泉宫的欧洲第3大王宫，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宫殿之一。从卡洛斯3世至阿方索13世，作为皇室居所的皇宫，完全可以带领我们进行一场西班牙的历史之旅。当时马德里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城市历史中心的西北部曾屹立起一座城堡，它曾几经修改扩建，直至1734年，一场大火摧毁了依然留存的阿拉伯古堡。
于是菲利普五世决定在原有的地基上建立一座新的皇宫。国王当时十分留恋法国风情，以巴黎卢浮宫为蓝本，召集了意大利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为皇宫进行设计。皇宫的外观呈正方形结构，优雅对称，建筑结构简约却有宏伟，以高柱、飞檐、装饰线角和最顶层的栏杆为主。室内装饰富丽堂皇，由于历代国王都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王宫进行装饰，使得王宫带上了浓重的个人印记和时代印记，呈现出昔日帝国强大神圣的余晖。参观时，从皇宫主立面进入，越过庄严的门柱，穿过一道门廊，你会来到由75个台阶组成的主楼梯，大理石狮子与庆典壁画精彩纷呈。主楼梯的楼梯平台通向皇家套房，首先进入的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墙上装饰着18世纪的壁毯，天花板上描绘着古典神话的石壁画，这是一幅色彩明艳的洛可可杰作。穿过这个大厅，就会去到庄严的廊柱大厅，正式开始了皇宫的参观。但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不再允许游客拍照和拍摄视频。皇宫经过几代国王的扩建，最终拥有3400多美丽的房间，占地13多万平方米，是西欧最大的皇宫，比白金汉宫和凡尔赛宫都大。整个皇宫完好地保存着18世纪的装饰，精彩的画作、精美的壁毯、瓷器、家具、钟表等比比皆是。我们两个全程像复读机一样，不停赞叹这座皇宫的美轮美奂、奢华至极，所以强烈推荐大家来马德里，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如今的西班牙王室并不住在马德里王宫了，这里向游人开放，同时也是西班牙国事活动的举办地。既然马德里皇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而且最精美的宫殿之一，当然它的厨房同样保存得十分完好，甚至可以说是欧洲所有宫殿中保存最完好的厨房。难得的是，这座皇家厨房目前对公众开放，只要在购买门票加4欧元，你就可以进入参观了。作为烹饪爱好者的我们两个，岂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皇家厨房是欧洲皇室厨房的典范，其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位于地下1层的整整一侧，可参观面积有800多平米。最初由意大利建筑师于1737年设计，1861年到1880年间曾经被伊莎贝拉2世重新装修过，因此至今依旧保留着19世纪的装修和布局。一切好似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独立功能，例如主要的工作区、糕点区、葡萄酒储藏区等。巨大的铜水壶、超大马的菱形锅、像浴缸一样的石头水槽，从阿方索12世时期沿用的披萨炉、灶台、平衡秤、绞肉机、托盘、瓷器，而那些铜锅、铜盆、铜体，甚至有的都是18世纪留下来的。游客们不仅会在这里看到一个专属王室的厨房，更会嗅到一股古老的文化味道。这个厨房像这样持续运营了3个世纪，最终于2012年停止使用。我终于从马德里皇宫走回到 Airbnb 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在这里多休息一下，然后吃点东西。我老公现在出门去买吃的了，因为本来我们两个计划是要吃那个西班牙非常有特色的那种小零食，叫 tapas。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我们家楼下的，也是房东推荐的一个吃 tapas 很有名的一个小店。结果进去以后就发现里面全都是人，就是你根本就没处下脚。今天呢还是姨妈的第1天，所以我也不想在那儿站着吃了，就让她买回点来，然后我们在这个酒店里自己吃了就可以了。现在差不多是5点多，
我们在这里吃点东西，休息到7点的时候就要再出发，然后我们要去伯纳乌看球。对，这也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刚好这个时间段吧，我们可以在马德里看2场，在巴塞罗那看2场，一共4场球，所以对我老公来说还是很过瘾的。这应该是他第2次来看了。现在我老公刚刚已经回来了，我去看看他都买了什么，我们就吃点东西。那晚上球场见啦，拜拜。我们今天的晚餐，这个就是 tapas 其中一种小吃，这个叫什么呀，老公？我不知道，我看这模样。我看这是什么呀？就是好像是那叫什么土豆片儿，里面加了一些肉之类的，然后下面有一大块面包。它这个 tapas 是不外卖的，如果是外卖的话，它要收2倍的价格。然后我们我老公问了一下店主为什么，他说就是要那种在他那个小店里挤着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是不外卖的。我们大家就买了这个尝一下，然后还有白葡萄酒，这里卖的白葡萄酒非常便宜，这一瓶在加拿大的话大概是要15加币吧，差不多吧。对，在这边的话3欧左右，所以是非常便宜的。然后还有我的红糖姜水，这个是要给广总加鸡腿儿，想得非常的周到。好啦，我开动啦，我们要准备出发啦，激动吗？激动，走 ，Let's go！ 有些球队压根不需要介绍，因为他们成功的过去和辉煌的当下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实力。皇家马德里就是这样的一支球队。他的球迷遍布世界每个角落，所以获得世纪最佳球队的称号当之无愧。而该俱乐部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当属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伯纳乌球场于1947年正式落成，位于马德里的查马丁区附近。它不仅是球场，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博物馆之一，是马德里第3大受欢迎的博物馆。接待游客的数量仅次于普拉多博物馆。壮丽的外观、辉煌的历史，也使得伯纳乌球场成为足球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球场之一。海明威曾说，巴黎是流动的盛宴，那么伯纳乌就是足球的圣殿。在伯纳乌的草皮上奔跑，或许是每个足球少年的终极梦想。这个传奇的体育场见证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足球时刻。罗纳尔多、齐达内、C 罗、劳尔都曾在伯纳乌球场达到其职业生涯的巅峰。也正如皇家马德里的传奇人物华尼托曾说，在伯纳乌的90分钟便是永恒。伯纳乌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一场互相配合的表演，现场8万名球迷都会成为左右比赛结果的关键角色。球迷和球员之间的协同表演使得场面十分壮观，球场的气氛足以震慑任何对手。这种体验不仅仅局限于对足球有热情的人，无论你是否热爱足球这项美丽的运动，现场的气氛足以感染你，不自觉地为球队呐喊助威。马德里有300多个广场，但伯纳乌只有1个，而哈拉马德里则是伯纳乌最动人的旋律。对于球迷来说，马德里皇宫、阿尔卡拉门、马约尔广场都不及伯纳乌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只有伯纳乌才是他们心中的圣殿。今晚这座能容纳8万5千人的球场仍旧座无虚席，他们将要迎来做客的队伍皇家社会。我们家家属已经兴奋了1整天了，那我们就赶紧看看这支银河战舰皇家马德里的精彩表现吧。你开心吗？有没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我们上一场坐的这一排。OK， 就是下一场是吧？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伯纳乌球场，然后这球场和6年前一模一样，没做过任何改装，但是真的非常漂亮。
如果来西班牙的话，真建议来看场球，而不是说只是来这个球场参观一下。这个看球这个氛围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进来看一下。如果只是参观俱乐部里面，我觉得你还是不如直接看场球，感受的那个氛围更好一些。加油，马德里！对，加油，马德里！回到 Airbnb 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后面刚好坐了一个皇马的算是老球迷，就那种老爷爷，一看就是70多岁了，对。然后一开始皇马先是输了1分，然后那个老头就那个表情特别的严肃，特别的凝重。而且他那种就是还不如那种直接喊出来的那种球迷，但他那种严肃就让你觉得他周围全都是怨气，就生着闷气那种。然后随后就看得很认真那种，然后随后皇马进了一个，他的表情就变得平稳了一些。后边再进2个，就他那个感觉，就他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那种开心的那种笑容，就感觉很可爱。但是他们的球迷就是这种老球迷，一看就是肯定是很多年的会员的这种，就比较懂球，会看球的。对，所以我们2个就是只要这边一进球，我们就马上回头看他那个表情就变化的特别明显。然后我们2个就想给他拍一个表情包，但是没有拍。还有就是他这个球场比较奇怪的是，他可以在球场里面抽烟，但是不能在球场里面喝酒，就跟我们北美正好反着。我们那边是可以喝酒，但是不允许抽烟。
但是整个球场的氛围真特别好，然后球迷的素质也非常高，包括它上面那个顶棚的那个位置都有那个暖炉。就是对，那算什么周林频谱仪那种，有点像那种感觉。对，然后烤着你，你是能虽然是露天的，然后也不是密闭的球场，但是你能感觉到还是暖的，还是像以前那种感觉，还是像看一场歌剧一样，就是感觉很舒服，而且球迷的素质真是蛮高的，没有骂人、谩骂呀或者什么，虽然听不懂，但是觉得不像是那种骂人的那种。对，尤其是皇马的那个歌放出来以后，我不是球迷，我都已经被感染了，非常震撼。对，而且最后8万人嘛，疏散的也非常快，很有秩序。我们半小时就到家了。对，地铁也没有堵。这是我们第一场西甲，后面就是周2还有一场是欧冠，但今天看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就再继续明天的行程，今天就要早休息了。飞利浦2世火车。对，我们明天要坐飞利浦2世的火车，然后去一个马德里周边的小古镇看一下。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今天玩得很开心，晚安。拜拜。